大家好，歡迎收睇2024年最後一集兩邊走走。2024年即將過去，轉眼香港由疫情復常已經差唔多2年，反修例社會運動亦都已經係5年前嘅事。回顧呢一段時間，香港出現各種嘅變化。如果話我哋對香港呢啲轉變曾經抱有好多疑問，唔知道香港會變成點樣，或者投射各種期盼，希望仍然可以保留住一啲自己認為重要嘅部分。2024年可以話係一個故事其中一個段落嘅完結。喺呢一年入面，唔少延續多年嘅事態發展已經塵埃落定，同時展示咗一個不能迴避嘅現實，就係香港嘅改變已經深入到根本，深入到結構。呢一個地方已經走上一條同以往完全唔同嘅軌跡。1年前嘅12月，香港零售業界仍然抱有期望，市道可以喺疫後1年到1年半恢復。但係經歷咗整個2024年，旅客消費減少，本地居民增加北上消費嘅趨勢冇扭轉，仍然持續。零售市道喺呢一年復甦嘅預測，最終並冇實現。2024年頭10個月嘅總零售業銷貨價值按年跌咗7.1%。2023年下行嘅樓市，去到2024仍然冇起色。財政司司長亦都要面對現實，喺2月發表嘅財政預算案，宣布撤銷住宅物業買賣各項額外印花稅。不過，撤辣之後嘅樓市只係出現咗2個月嘅小陽春，之後樓市去到年底持續疲弱。10月政府放寬物業按揭成數同供款與入息比率，年底樓市先至稍為回穩。不過，整體持續下行嘅市道已經打破香港買磚頭保值嘅共同信念。樓市前景缺乏信心，地產商向政府投地就更加冷淡，再一次嚴重衝擊政府嘅收入。2023到24年度嘅賣地收入只有194億，不足預計850億元嘅1/4。政府對今年嘅估算已經相當保守，只有330億，但係去到11月，全年嘅投地收入只有17億，要加埋契約修訂、換地等嘅交易，總收入先至去到37億，只係佔全年估算嘅1/10。賣地嘅實際收入同預期估算差異擴大，再唔係香港政府可以依賴嘅穩定收入模式。受地緣政局同埋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等因素影響，今年香港資產市場仍然受壓，影響咗政府喺賣地、樓市印花稅同埋利得稅等嘅收入。喺計及發行債券收入同埋償還到期嘅款項後，初步估算2024-25年度嘅綜合赤字喺1000億元上下，高於今年預算案時預計嘅481億元。收入出現咗黑洞，港府繼上個財政年度發債725億，今個年度又再發債1200億，以發債嚟當收入嘅情況仲會繼續幾年，財政儲備就跌到得返5700億。由2023年施政報告講全力拼經濟，香港一直走唔出經濟低迷，公眾睇到一個現實，就係政府對挽救經濟束手無策，動員全政府上下嘅盛事經濟，雷聲大雨點少，對旅遊消費幫助唔大。因為要推動發展家族辦公室，受港府高調宣傳嘅杜拜阿里王子事件，最終成為鬧劇。無處不旅遊、新質生產力、熊貓經濟、低空經濟，各種嘅諗法，同由治及興一樣，只係一堆不斷重複嘅口號。
我都冇乜良策㗎啦，即係我成日都話政府又冇，我都冇，因為政府唔識做生意嘅。佢最緊要就係整好個營商環境俾我哋。咁但係而家得唔得啊？而家營商環境？而家營商環境係唔得，但係佢最緊要唔好搞壞我哋嘅營商環境。改革時2024年嘅施政報告主題係改革，而李家超對政府喺香港經濟改革中嘅角色就有咁樣嘅理解。整體宏觀嚟講，成個香港係有增長嘅。咁增長嘅過程裏邊，有啲人增長多啲，有啲人未必有增長。呢個係經濟轉型期。咁喺經濟轉型期裏邊呢，就有更替、有轉變，係一個轉型期裏邊出現嘅正常現象。政府嘅責任係咩呢？清晰話俾大家聽，現在就是轉型期。如果你嘅行業裏邊面對一啲挑戰，你就要去嘗試去改革下自己，進步自己。呢個係第一，政府指明方向嘅責任。第二，政府如果政策可以幫到佢，就會做。香港政府收入萎縮，財政赤字持續擴大，但係對中國國策指示嘅發展投入一啲都冇減少。港府投資620億公帑全資擁有嘅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2024年正式運作，亦都已經投資有中國背景嘅 AI、晶片、新能源等呢啲中央認定嘅重點項目。不過，投資項目清單點解投資呢一啲公司？投資金額、合作內容、預期前景同回報，港府就以協議內容保密為理由，仍然未向公眾同立法會交代呢一啲關鍵資料。另外，配合大灣區整體規劃嘅北部都會區發展，同明日大嶼之下嘅交椅洲填海，雖然建制陣營包括唐英年同梁振英都公開質疑喺財政危機下係咪應該暫緩推行，但政府仍然決定繼續去馬。更加史無前例引入中國內地片區開發模式，要開發商承受更高嘅風險。商界對於投地同參與政府發展計劃態度消極。港澳辦主任夏寶龍11月南下深圳，召見包括香港主要地產商在內嘅29名工商界代表。代表要喺會上交代喺香港做緊嘅投資，以及日後嘅投資計劃。亦都接到指示，要以實際行動愛國愛港，共同建設美好香港。李家超隨即公開向企業表示，應該貢獻幾多，可以只係一個商業決定，亦都可以係表達你對呢個家嘅愛。香港工商界應當好局中人，不做旁觀者，主動參與特區政府的試點措施。同心同行，建機制、搭平台、推項目，攜手開創北部都會區發展新局面。之後，李家超更加動員發展商、銀行界同建築商等幾十間本地企業同國企簽署支持北部都會發展計劃嘅意向書，公開表態。經濟自由向來領先國際嘅香港，商業運作一直奉行自由市場原則。呢一次竟然史無前例，由政府動員，將政治表態掛鈎商業決定，先例一開，計劃經濟模式嘅操作會唔會陸續喺香港出現呢？企業、股東、投資者以及公眾應該點樣重新衡量當中嘅風險呢？特區政府喺刺激經濟上面未見成績，但係執行23條立法呢，就有截然不同嘅驚人效率。睇返2002年9月，特區政府第一次推動23條立法，引發跟住嗰年，即係2003年7·1 50萬人遊行，港府撤回草案，立法21年懸而未決。今年特區政府只係用咗唔夠2個月嘅時間，就完成咗成個立法程序啦。
除咗23條嘅立法，幾宗受人關注、纏繞咗幾年、牽涉國家安全嘅案件，亦都喺今年審結。各種保障國家安全嘅法規都就位，案件爭拗亦都得到咗定調。係咪代表香港近年嘅政治風波終於告一段落，成個社會就係咁樣可以重新上路啦？2024年1月底，港府開始為23條立法進行1個月嘅諮詢，中間仲夾住農曆新年長假。諮詢完結後1日，政府就得出有 98.64% 書面意見支持嘅結果。幾日之後，喺3月8號，根據23條立法嘅《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刊憲，立法會即日開會首讀同二讀草案。下晝隨即開埋法案委員會。一啲本身喺北京出席兩會會議嘅立法會議員，都中途飛返嚟歸隊加入立法。條例草案有好多細節喺法案委員會會上邊先至披露。連續開咗7日會之後，結果立法會3月19號星期二加開特別會議，花10個鐘頭恢復二讀辯論，同埋完成3讀通過。現在嘅待決議題係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予以二讀。贊成嘅請舉手。有89人出席，有89位贊成，全票通過。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我感謝所有愛國愛港人士支持同埋推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共同為纏繞香港26年8個月零19日嘅問題寫上圓滿嘅句號。由諮詢到完成3讀，前後只有51日。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喺全面愛國者治港下嘅立法會極速通過，有效保障國家安全。條例通過之後，保安局局長6月就引用條例，對羅冠聰、蒙兆達、劉祖迪、鄭文傑、霍家志、蔡明達6個涉嫌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被通緝嘅海外港人實施條例授權嘅限制措施。另外，今年之內至少有3宗以條例起訴嘅案件審結定罪，3宗都係煽動罪，分別係喺公眾地方着上光時字樣嘅衣物，喺網上社交平台發布包括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等陳述或者相片，同埋喺巴士椅背寫上港獨、光時、721事件等有關嘅字句，分別被判監10至14個月。其中一名被告向法庭表示，佢嘅行為係想實驗23條立法之後，香港仲有冇言論自由。其實喺23條立法之前，自由喺香港嘅定義，隨住國安法生效之後，已經發生咗根本嘅變化。2宗審理經年、涉及國家安全嘅標誌性案件，立場新聞案同埋民主派初選47人案，分別喺今年審結。2宗案嘅裁決，正式將香港嘅自由同埋權利畫上新嘅紅線。審訊咗近2年，立場新聞被控串謀發佈或複製煽動刊物嘅案件，喺8月裁決，9月宣判。立場新聞母公司前總編輯鍾沛權以及時任處理總編輯林紹桐罪名成立，鍾沛權判監21個月，林紹桐就判監11個月。2個人因為已經還押近1年，鍾沛權就要再服刑9個半月，林紹桐就即時釋放。國安法指定法官郭偉健嘅判詞就寫到，即使不同嘅傳媒報道相同嘅事件或者議題，以不同嘅報道手法、方式或者內容，同埋不同嘅發佈意圖，可以引起不同嘅後果。佢裁定涉案17篇文章之中，11篇具煽動嘅意圖，去引起憎恨中央或者香港政府。佢又根據立場新聞嘅創刊詞，香港係香港人嘅主場，守護主場係我哋絕不退讓嘅立場，去判定立場同政府對立，具有犯罪嘅意圖。郭偉健界定立場新聞唔係單純嘅新聞工作者，而係參與抗爭。港府就強調裁決並冇破壞香港嘅新聞同埋言論自由。從此，新聞同埋言論嘅意圖成為新嘅紅線。民主派初選47人案由2021年初提堂，經歷3年幾後，亦都喺今年5月裁決，11月宣判。
45名被裁定干犯香港國安法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成立嘅被告，其中4人被列為首要分子，判刑10年至到6年1個月，其餘41人就屬於積極參與者，其中唔認罪嘅14人判刑7年9個月至到6年1個月，而認罪嘅其餘27個被告判5年7個月至到4年2個月。案中另外2名被告劉偉聰同埋李宇信裁定罪名不成立，港府就劉偉聰嘅裁決已經展開上訴程序。案中嘅關鍵爭議，各個被告一旦贏得立法會多數議席，協議運用基本法賦予嘅權力集體否決財政預算案，點解會構成顛覆國家政權呢？國安法指定法官陳慶偉、李運騰、陳仲衡嘅判詞就指，不予區別地否決財政預算案，去迫使政府回應5大訴求，係違反基本法有關立法會職能，以及向來違反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區嘅規定。判詞又指，接受被告嘅行為喺2020年7月1日國安法頒布之前並唔構成犯罪，但係法庭喺評估串謀罪嘅嚴重性、廣泛性同埋被告嘅各自角色嘅時候，唔能夠唔考慮起訴期之前嘅事實同埋情況。法官嘅呢個講法係咪確認基本法中明文保障嘅權利已經被國安法重新界定呢？呢個判決引嚟司法界罕見嘅抨擊。6月初向香港終審法院辭任海外非常任法官嘅岑耀信喺英國金融時報撰文，直指法庭裁定47人案中被告罪成，係否定咗立法會反對預算案嘅憲制權力。裁決顯示香港司法呈現嘅病徵已經喺度加劇，唔少嘅法官已經忘記咗自身嘅角色應該係守護自由。佢指自己辭職係因為冇辦法再幫助香港維持法治。佢更加形容政權對於打擊民主陣營達至偏執嘅狀態，親建制同埋官方媒體、強硬派嘅立法會議員以及政府人員共同製造一個壓抑嘅氣氛同埋激烈嘅政治浪潮。去到12月，2019年元朗721非白衣人案，前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同埋另外6個唔認罪嘅被告被裁定暴動罪成，下年初判刑。主審法官陳廣慈唔信納林卓廷係以議員嘅身份作為獨立監察人到現場調停衝突，佢亦唔接受其他6名被告當時喺元朗站內嘅行為係自衛保護他人，防止罪案發生。陳廣慈嘅判詞指出，當日現場分別喺元朗站嘅收費大堂同埋月台係出現上下兩集2場暴動，公眾因為睇到林卓廷等人嘅影片，熟知月台發生嘅下集，而7個被告犯嘅暴動罪就涉及收費大堂發生嘅上集。陳廣慈又特別喺判詞後語指出，喺未有任何資料前提之下，任何人都唔應該胡亂猜測，亦都唔應該用陰謀論嘅眼光嚟睇警方當晚嘅部署。不過法庭嘅裁決就未有觸及元朗721事件上集嘅上集同埋下集嘅下集，公眾仍然有唔少嘅爭議。法庭判詞一錘定音，並且會留低官方嘅記錄。呢段喺2019年將社會撕裂升到沸點嘅事件，爭議係咪就此可以消除呢？事實上，香港政界亦都有聲音，希望社會可以走出壓抑嘅政治氣氛，重新上路。反修例運動已經5年，警方總共拘捕超過1萬人，今年仍然有人喺4年幾之後被起訴同埋定罪。目前為止，仍然有超過6000名被捕者未被起訴。前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就呼籲企業僱用曾經定罪嘅年輕人，修補社會分裂。經過2019年，係冇一個正式一個修補衝突嘅過程嘅，唔去講，其實背後好多嘅問題係未真正有機會去抒發得出嚟嘅。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亦都話，到而家仍然未被起訴嘅人，
政府若果證據不足，可以公佈唔再處理，為件事畫一條線。不過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就回應，嗰6000人可以正常生活，唔受案件影響。嚴重刑事案件冇檢控時限，只劃線唔符合法律同埋法治原則。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亦都指，劃線係將非法嘅事情合法化。因為你犯咗法，我要時間去取證㗎嘛，係嘛？咁我幾時有證據，我咪有幾時去拉你咯。國安法實施23條立法，對於好多人嚟講，可能認為對自己嘅影響唔大，生活如常。不過，隨住香港政府將國家安全呢一個概念變成全個社會嘅焦點，其實已經帶嚟日常生活之中各種各樣嘅轉變。經過幾年嘅累積，形成一整套新嘅香港社會常態，每一個人生活喺香港都要面對。被捕人士涉嫌咧係用一個匿名嘅方式，係透過一個咧社交嘅專頁，利用咧係嚟緊一個特別嘅日子嚟到咧係連續發布一啲係意圖係煽動嘅貼文。6月4號呢個日子已經唔止喺中國內地係禁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今年亦都將呢一日稱為特別日子。之後佢被記者追問，更加用上敏感日子嘅字眼，而路政署就被發現陸續將原本有8964同6489編號嘅路燈重新編號，變成其他數字組合。6月，香港足球代表隊出戰世界盃外圍賽，賽前奏唱國歌期間，警員向觀眾錄影，有2名球迷未有企起身，另有1名球迷擰轉面。被在場警員以涉嫌違反國歌條例拘捕，其中1名19歲男子喺11月被正式起訴一項侮辱國歌罪。香港9月新學年，生活與社會課程由初中公民、經濟與社會科取代。教育局嘅新課程指引首次引用中國嘅愛國主義教育法，要向中3學生講解習近平思想，而之前生活及社會科必讀嘅世界公民意識同國際政治格局等內容就被取消。學校要進行國民教育活動嘅重要日子，由2021年每學年13個加到今年27個，平均每個月要搞3個活動。呢啲重要日子包括中國共產黨建黨週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國安法頒布週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等等。教育局今年亦都公布20間中小學嘅外評報告，部分篇幅針對學校嘅國民教育同國安教育執行情況，其中3間照顧中度智障或嚴重智障學生嘅特殊學校，被質疑部分學生唱國歌嗰陣唔夠大聲，又批評特殊學校嘅國安教育進展緩慢。消息令到公眾知道，原來國安對智障學生係咁重要。立法會喺7月完成勞福局5月提交嘅社工註冊條例修訂，令政府喺2個月時間快速完成社工註冊局改組。宣誓程序現在正式開始。註冊局成員由15人增加到27人，民選成員嘅比例由以往過半減到得返30%，其餘嘅成員全部由政府委任。條例修訂之後，規定若果有社工被裁定犯有嚴重罪行，例如危害國家安全，將會永久除牌，並且不得上訴。標誌住社工註冊局咧係可以重回正軌，佢嘅運作、佢嘅決定都可以時刻以公眾利益為依歸，同埋咧係保障國家安全。社工同社福界修例前進行嘅調查顯示，有大約90%半嘅受訪業界認為修例不恰當，以及修例導致社工喺工作時可能有被指危害國家安全嘅風險。
另外，有近90%人認為修例會令到社工更難為弱勢社群爭取權益。香港戲劇協會2023年舉辦嘅香港舞台劇獎，今年1月被香港藝術發展局指損害聲譽，並取消對劇協嘅資助。康文署亦都停止贊助場地。最終，劇協自資喺灣仔一間餐廳舉辦今年第32屆香港舞台劇獎。藝發局聯同康文署12月再次拒絕資助劇協，表示係按既定程序審批，未有交代原因。上一年藝發局拒絕資助時曾經回應話，公帑需要特別謹慎運用，有責任將違反本地法律同國安法嘅風險減到最低。而家仍在寒冬，仍然需要各位嘅支持，去辦好下一屆嘅頒獎典禮。只當謀求自力更生之道，自求多福。同樣喺今年被藝發局停止資助嘅，仲有香港鮮浪潮國際短片節。自2021年起，相繼有鮮浪潮嘅參賽作品不獲電檢處核准放映。上屆亦都有作品被電檢處要求刪剪，涉及內容或者畫面都同社運或者政治立場有關。除咗呢啲政府或者公營機構嘅動作，社會上仲有一種不可抗力，針對一啲被視為反中亂港嘅人或者組織，打擊佢哋喺社會上嘅活動空間。歌手藍奕邦原定2025年1月初舉行嘅音樂會，公演前大約1個幾月，接獲西九文化區書面通知，取消音樂會嘅場地預訂。事前網上就流傳一個呼籲，話藍奕邦曾經發表支持社運嘅言論，係反中亂港藝人，發起向政府多個有關部門同西九管理局投訴。類似嘅情況近年時有發生，但喺2024年分別有卡拿樂隊原定12月嘅演唱會，11月俾會展取消場地預約。香港記者協會原定4月舉行籌款音樂會，亦係場地方面提出取消合作，要延期改為網上直播。呢3個活動本身門票都幾乎賣晒，並非商業原因要取消。早喺今年1月，非牟利藝術團體小伙子理想空間劇團團員被舉報喺2019年發表不當言論。教育局九龍城區學校發展組要求香港兆基創意書院解除同劇團嘅場地租約，令原定2月2場表演要取消。歌手何韻詩7月喺結業嘅建山書店舉行網上直播音樂會，警方以收到噪音投訴為理由，派出10幾名警員拉起封鎖線包圍現場。現場指揮官聲稱，即使音樂會喺室內舉行，但仍然有聲音漏出嚟，而需要調查。警員先後進入書店查問，音樂會因而要多次暫停。而今年3月31號結業嘅獨立書店建山書店，一直不時被不明人士向多個政府部門投訴，每星期都收到各個部門嘅警告信，最後建山選擇結業。有其他獨立書店過去1年持續被不同部門關注，試過書店舉辦活動期間，有警方或者食環署到場要求查看參加活動人士嘅名單，甚至要求即時停止活動。7月舉行嘅書展，有最少8本書被主辦單位貿發局要求參展書商下架，停止展出同發售，包括旅遊同新聞倫理主題嘅書籍。貿發局話係由於收到投訴而按既定嘅機制處理，但就冇交代投訴嘅內容同嗰一批書內容有乜嘢問題。呢啲被針對嘅活動其實全部都未構成犯法，但係呢一啲投訴未經調查，未同相關人士討論，政府部門同機構就快速同配合投訴而行動，客觀嘅結果就係被針對嘅個人或團體應有嘅權利冇得到政府嘅保護，社會活動空間受到不公平剝奪。呢一類打壓更加發展到滋擾甚至恐嚇嘅程度。
獨立書店樓下書社11月舉行作家薯伯伯嘅旅遊新書分享會，就有一批自稱愛國人士到場騷擾。嗰班人被請離場之後，喺書店樓下手持標語，繼續滋擾參與活動者。香港記者協會同民主黨亦都先後公開披露，有成員嘅家人，甚至家人任職嘅公司，收到自稱愛國人士嘅電郵、信件、手機通訊程式等嘅滋擾，指控成員反中亂港，可能干犯國安罪行，家人或者公司會受到牽連等等。記協方面收到嘅信息更加涉及對人身安全嘅威脅。係咪香港已經發展到係一個咁嘅社會？即係你就公開條話俾我哋知啦，即係你做政事咧，就係會搞到你屋企人嘅，會搞到你嘅公司嘅，係咪要咁樣咧？即係如果係咁嘅話 ，OK， 咁你咪清楚咗講咯，咁大家重新考慮啦。滋擾事件入面嘅發信人掌握唔少受針對人士非公開嘅個人資料，呢一啲資料係點樣得嚟嘅呢？呢種打擊面廣泛嘅不可抗力背後係咪有組織、有系統呢？當反對派被滅聲，建制派內一啲同政府立場唔一致嘅言論就會係唯一嘅反對聲音，繼而成為打擊嘅目標。執法人員呢就日夜繽紛贈慶咁抄牌啦，便衣潛伏會捉捕嚴格遵守規則過馬路嘅市民啦，重罰食肆阻街嘅或者全天候車輪戰一啲打擊書店啦，同埋啲工廠大廈、食堂等等，佢高調高壓嘅執法行為，加上咧觀感上咧，俾部分嘅香港市民覺得政府嘅施政作風咧有親冇納稅嘅小紅書賬戶，係遠真正要納稅嘅香港人，醖釀官民矛盾社會氣氛咧，就令到市民咧覺得心情嘅繃緊啦、沉重啦、冇癮啦。剛才有啲用詞咧更加危險嘅。令我想起咧，2019年黑暴嘅時候咧，經常咧呢軟對抗同埋反動力量所用嘅形容詞咧，呢啲我睇到有再出現嘅矛頭咧，我哋即刻就要打擊佢，就要即刻制止佢，唔好助長佢。曾鈺成喺23條立法諮詢期喺報章撰文，話政府唔應該一聽到負面評論就以敵對鬥爭嘅態度去打壓，亦都對23條立法細節提出一系列嘅疑問。隨即引嚟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穎欣拍片回應，點名批評曾鈺成嘅論點，讓人背脊涼涼，甚至喺影片度寫住曾鈺成關鍵時造反嘅標題。每當出現質疑施政嘅聲音，隨即就會引嚟親政府陣營情緒化回應，甚至人身攻擊，被標籤做唱衰香港。報章上、網絡平台上越嚟越少對社會議題嘅理性討論，政府主旋律以外嘅意見空間不斷被收窄，甚至連一個關注烏克蘭人戰火之下苦況嘅電視節目，香港社會都已經再容納唔到。種種現象都揭示香港固有價值已經受到衝擊。今年中喺一個港府主辦嘅青年論壇上，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現任馬會公司事務執行總監譚志源公開宣揚現今社會識人好過識字。We are increasingly having emphasis on EQ, or I put it this way, your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in your office and in the community. So as I mentioned to my young colleagues in the Jockey Club that these days, 識人好過識字嚇 you really have to nurture your good relationship and build up your own network. And the important point is that you have to build up your network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香港以往一直推崇公平競爭、選賢舉能，點會想像到有一日會喺官方場合公開肯定私相授受，以關係凌駕能力嘅制度潛規則呢？當唔容許反對同質疑嘅聲音，同時又強調關係私交，向利益權力順從，整個社會嘅思維就會越嚟越單一狹窄。對某啲人嚟講，呢個可能係理想嘅狀態，但絕對不利於需要揾到方法走出困境嘅香港。
以往回顧香港全年大事，主要集中關注發生喺香港嘅事，或者係外地涉及香港人嘅重大突發事件，好少會講到國際形勢或者係外國嘅政策。以往國際社會都會尊重香港嘅高度自治，給予獨立自主嘅地位同待遇。而過去特區政府嘅對外政策面面俱圓，地緣政治變化帶嚟嘅風險唔算高，有時甚至發揮到緩衝嘅作用。不過，隨住香港過去幾年內在嘅變化，對外關係亦都採取唔同嘅態度，令到國際社會對香港嘅睇法同定位已經唔同咗。作為外向型嘅經濟，同時亦都係中國對外一個主要嘅金融窗口。未來國際形勢嘅走向，對於香港造成嘅影響，都會比以前更加直接、更加猛烈。唔係一句地緣政治更趨複雜就可以輕輕帶過。美國國務院11月底公佈，維持對公民前往香港旅遊第2級提高警惕嘅警示。繼續指香港當地法律嘅罪行定義模糊，適用於香港境內嘅外國人同埋香港境外嘅個人前往香港嘅時候要格外小心。美國自從2020年6月首次就國安法發出對香港嘅旅遊警示，一直維持到而家。美國今年9月亦都更新咗2021年7月發出嘅營商指示，新版本由美國國務院、財政部、商務部、農業部同埋國土安全部聯合發出。指示提到，昔日喺中國內地所面臨嘅風險，而家已經更頻繁地出現喺香港。國安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同埋中國同香港當局嘅行動，可能會對企業嘅員工、財務狀況、法律合規、聲譽同埋運作帶嚟負面嘅影響。指示仲認為，有關嘅法例條文含糊，可能會令到包括游說、做市場分析或者研究、從事盡職調查或者會計業務嘅日常工作，都會被認為係犯罪，令到商人喺香港營商嘅風險大幅增加。We're alarmed by the sweeping and what we interpret as vaguely defined provisions laid out in their Article 23 legislation. We think that this was fast-tracked through the non-democratically elected Legislative Council after a truncated public comment period. We also believe that a lot of the phrasing and crimes that are outlined are poorly defined and incredibly vague. They use phrases such as external interference, which is incredibly vague. 更新亦都明確指出，自俄烏爆發戰事以嚟，香港已經成為俄羅斯迴避西方制裁嘅地點。中國內地同埋香港成為俄羅斯軍民兩用產品嘅重要轉運站，支持俄羅斯持續入侵烏克蘭，促請喺香港嘅美國商業或者個人了解相關嘅制裁風險。2020年國安法實施之後，美國認為香港失去高度自治，變成一個中國嘅城市。根據美國香港政策法，終止俾香港有別於中國內地嘅特殊地位同埋待遇，政策到而家仍然維持。我哋必須認真學習，貫徹三中全會精神，發揮好。事實上，近年嘅特首施政報告亦都顯示香港嘅經濟金融以及對外政策已經融入中央路線，變成國策嘅延伸。喺美國為首嘅西方社會對中國越嚟越強硬嘅趨勢之下，作為中國重要對外金融窗口嘅香港，可以話係首當其衝。2023年就有媒體報道，歐美國家同盟友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實施包括禁止交易俄羅斯黃金等一系列嘅經濟制裁之後，香港成為俄羅斯最大嘅黃金交易中心。雖然港府一直冇公開有關俄羅斯黃金交易嘅數字，但喺今年6月，香港註冊嘅威豹金融押運，因為協助俄羅斯金礦公司將黃金押運到海外，被列入制裁名單。倫敦金銀市場協會即時撤銷佢嘅會員資格。根據路透社嘅報導，威豹金融押運進口咗超過20噸嘅俄羅斯黃金。威豹香港之後被傳媒揭露，大股東威豹中勇保安改名做實誠服務管理，繼續經營。
今年9月，俄羅斯官方對外媒體衛星通訊社就報導，香港進口俄羅斯黃金喺今年5月刷新咗紀錄，達到10.1噸，價值7.5億美元。8月份由俄羅斯進口黃金嘅數量亦都按月增加咗1倍，至到8.4噸，金額達到6.5億美元。俄羅斯因而成為香港嘅第4大黃金供應國，佔1/2。而美國財政部今年公布嘅制裁名單，香港公司幾次都榜上有名。其中喺10月底嘅公布，香港破紀錄有至少28間公司被指參與替俄羅斯採購同埋運輸，包括電子零件等可以作軍用嘅物資，而被美國財政部制裁。數目更加超過同期被制裁嘅11間中國內地註冊公司。港府一直拒絕執行歐美對俄羅斯嘅制裁，表示除非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否則唔會執行個別國家嘅制裁指示。不過俄羅斯係安理會嘅常任理事國，擁有1票否決權，安理會唔可能通過制裁俄羅斯。除咗針對俄羅斯嘅制裁，美國對中國嘅經貿限制亦都牽連香港。美國財政部10月宣布，禁止美國嘅個人同埋企業對中國，包括香港、澳門，進行對包括半導體同埋微電子、量子資訊科技、人工智能3大領域進行交易。美國指呢啲領域關乎軍事、監控、情報嘅技術發展，限制呢啲交易係阻止呢啲技術落入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嘅人手中。禁令等於封殺美國資金參與投資中港敏感科技，打擊近年港府大力推動嘅創科發展。今年11月，全球第2大顯示卡生產商柏能集團宣布，將公司總部由香港遷到新加坡，從香港退市，轉到新加坡上市。據科技媒體報道，如果柏能集團繼續留喺香港，將冇辦法獲得英偉達嘅高階 GPU 晶片，因此決定將公司遷冊到新加坡。同時，集團嘅顯示卡生產線亦都由中國遷移到去印尼。面對同歐美嘅經貿關係惡化，港府近年跟隨中央政策方向，加強同歐美以外嘅地區，例如中東、一帶一路沿線、東盟等國家建立關係，謀求出路。不過喺複雜嘅國際博弈之中，開拓新關係嘅同時，亦都可能帶嚟新嘅風險。11月底，美國眾議院嘅中共問題特設委員會兩黨領袖發信俾美國財長耶倫，指香港已經成為違反美國貿易制裁嘅中心，當中包括向俄羅斯出口受監管嘅西方技術，建立空殼公司購買伊朗石油，管理為朝鮮政權服務嘅幽靈船等等。信中特別提到，2023年40%由香港運去俄羅斯嘅貨物係半導體呢啲可作軍用嘅物資，可以用嚟支持俄羅斯繼續向烏克蘭進攻。信中呼籲美國應該重新檢視而家對香港金融同埋銀行業嘅政策係咪恰當，將矛頭指向香港嘅金融系統。日經新聞就引述消息人士報道，美國財政部反恐資金暨金融犯罪處副助理部長 Jess Baker 12月上旬到咗香港，同包括匯豐、渣打同中銀等多間銀行嘅代表會面。消息話，美方會面嘅時候警告香港銀行唔好同俄羅斯有業務往來。當時港府金管局嘅代表亦都有在場。而香港將要面臨嘅另一個挑戰，就係對中態度更加強硬嘅美國新一屆政府，就喺2025年1月上場。國際形勢、香港處境呢啲外在環境唔係個人可以改變到。喺過去嘅1年，我哋見到有啲人因為處境變差或者遭遇打擊而否定自己嘅過去，任由環境去定義自己。但係喺同樣嘅處境之下，亦都有人堅持信念，繼續去領會以往經歷帶俾自己嘅啟發，去探索未來嘅可能性。一切取決於選擇。低潮之下，我哋仍然見到移居台灣嘅香港記者陳卓思同黃紀堯執導嘅顏色摘取樣本 Doc MOV 贏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短片。
側寫近年社會嘅集體情緒，充滿香港獨有文化元素嘅電影《破地獄》橫掃亞太影展4個獎項。身處轉變之中，會迫使你去思考乜嘢係最重要，乜嘢最值得珍惜。有啲故事只屬於香港，只屬於香港人。無論未來點樣會變落去，會面對點樣嘅環境，每個人都仍然有自由去誠實面對自己，有自由去拓闊未來嘅可能性。踏入新嘅一年，香港將要進入另一章，但係呢個故事未寫完，香港人仍然可以繼續一齊寫落去。祝願大家平安，活出自由。